本期新闻提要：乌克兰军队化身炸弹狂人，俄罗斯本土弹药库遭受波及。美日韩等17国联合开启漆黑2022空中军演。德国千里赴约，首度将其战机派到亚太地区。俄罗斯声称苏75战机将选择和其他国家联合研发，单台售价仅需3000万美元，用价格绝杀 F-35。下面大兵带你一一了解。就在当地时间8月18号晚，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发布消息称，该州位于季莫诺沃村附近的一个弹药库起火并发生了爆炸。据称，这次爆炸的基地距离前线只有150公里。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旧奥斯科尔机场也发生了大爆炸。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解释这些火灾爆炸的原因，但是如此多的爆炸肯定不能再用一个烟头来解释了。因此，大兵猜测这几次爆炸是乌军的无人机或者渗透小队所为。毕竟该地区在乌军炮火和火箭炮的射程之内。此外呢，在近2周的时间里，乌军的反击频率明显越来越高。据称，在8月18到19号近24小时时间，乌军就袭击了俄军占据的7大目标，而这其中呢，又以乌军对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蒂莫诺沃地区弹药库的袭击战果最大。从卫星照片上看呢，俄罗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弹药库，有至少数千箱的弹药。这也是19亩方向俄军主要的弹药补给基地。从俄罗斯内地弹药库解封出来的弹药，都会先送到别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方向，再运输进俄乌战场。这次成功袭击呢，乌军很可能使用了 TB2 武装无人机，绕过俄罗斯边境防空薄弱环节，从俄军探测雷达边缘外侧渗透进俄罗斯境内，最终发射小型地空导弹，命中俄军大型露天弹药库。毕竟这里的弹药库呢是完全露天的，没有坚固的库房，而且弹药堆积非常密集，才导致乌军1-2枚小型导弹就能引爆整个俄军的露天弹药库。因此，俄军为了防止乌军继续对俄罗斯本土军事基地的袭击，已经在前线机场部署了 S-350 型地空导弹。不过，随着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增加，乌克兰拥有了更多可以反击的力量。虽然乌克兰目前仍然不具备有人机的大机群作战能力，但是无人机和其国产近程弹道导弹却能成为乌军的杀手锏。不过，随着早期战争中苏制原点 U 弹道导弹的大量消耗，乌克兰的导弹库存也在大量减少，只能用国产的雷霆弹道导弹进行弥补。但是产能不足将会使乌克兰无法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的主要原因。因此，乌克兰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陆军战术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为300公里，具备战役级别的打击能力。而与此同时，在最近乌克兰军队使用的外国武器名单中，出现了美制的 AGM-88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这是首次空射反雷达武器出现在乌克兰。该型反辐射导弹由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研制，该公司后来并入了美国雷神公司。基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这款上世纪80年代服役的导弹引入了不少新技术，包括可以重新编程的制导系统，采用钨合金破片弹头以及记忆敌方雷达位置的功能。它弹体长 4.2 米，重36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5 马赫，有效射程约120公里。这款武器主要由 F-15、F-16、FA-18 系列战机和欧洲狂风战机携带。不过这一点呢，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款导弹的适配机型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空军现役战机的任何型号。那么这款反辐射导弹是如何发射的呢？美国战区网站发布的分析文章认为，无论米格29、苏27还是苏24战机，都缺少和北约标准的数据总线和数据接口。即便美制反辐射导弹能够挂载到这些飞机上，乌克兰飞行员也无法向导弹下达指令。因此，乌军最有可能的选择就是利用陆基平台发射哈姆导弹。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就提出过这种概念，并且付诸实施，将反辐射导弹安装到卡车上，并且这种方案呢，在战争前线相对静止的时候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非常适合当前的乌克兰。当然，其中呢也不乏有人猜测，这些导弹呢是乌克兰领空秘密活动的北约战机发射的，用它来打击俄罗斯的雷达，从而为乌军争取到发动反攻的优势。那么，作为美国迄今为止向乌克兰提供的技术含量最高的精确制导武器之一，AGM-88将对战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首要目标就是俄军的防空系统。毕竟呢，在过去几个月里，俄军前线的防空火力对乌军战机、无人机和直升机构成了严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远离前线或者在超低空飞行。如果哈姆导弹与地面部队协同，就能够在特定时间段压制俄军的雷达，阻止俄军的防空火力持续发射，大大提升了乌克兰空中力量在前沿地带的生存概率。同时呢，也可以迫使俄罗斯的雷达关机或者转移阵地，削弱其情报支援能力。说完了俄乌战争，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军在8月19号发起的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本次军演约有来自17个国家100架飞机和近2500名军事人员参加。这次军演将持续3周，主要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基地和廷达尔基地进行。参演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新西兰、荷兰和阿联酋。这次军演的规模呢，堪称是其系列军演之最，参与国家遍布世界。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首次参加该军演。在这次军演中呢，韩国派出了6架 KF-16战斗机组成的编队飞赴澳大利亚，并且还有1架 KC-330空中加油机跟随，并在赶路过程中，韩国空军将用 KC-330首次执行空中加油任务。同时，从8月15号起，德国方面也向亚太地区派遣多架战机，参加多场联合军演，其参演主角为台风战机。这是从2战后呢，德国首度将其战机派遣到亚太地区。而另一边的俄罗斯也不甘寂寞，近日其举办的军队2022武器展览，首次向人们展示了自家的战斗机器人、无人卡车、无人直升机以及最新的混合式无人机。据了解，这次展览的主角之一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合研制的 BAS-750 无人直升机系统。该系统包括了2架起飞重量750公斤的无人直升机、地面控制站和地面飞行保障站，它可以在完全自主机动的情况下连续飞行6个小时。而海军展示的混合式无人机则根据重量分别为3款机型，分别是30公斤、50公斤和100公斤。这些新型混合式无人机，它的主要用途是航拍、空中光学和热成像侦察、目标定位和通信中继。此外，中继机和重型机可以携带约25公斤载荷，并使用杀伤性武器。俄军准备在未来将这些飞行器部署在机场和军舰甲板上。此外，展会还首次展出了乌拉尔军用无人卡车的样车。根据乌拉尔公司介绍，这种拥有技术视觉的卡车已经通过了初步测试，它既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台操控完全自动驾驶版本，未来可用来在前线等危险区域运输货物，这无疑能大大减少俄军的后勤损失和部队人员编制。同时，俄罗斯设计师还展示了 M81 机器人系统的样品，它的外形和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狗相仿，是一款军民两用的产品。它可以探查危险区域，穿越障碍运送药品，同时该机器人也适用于战斗环境，可以进行独立定向射击、目标指示、巡逻和守卫、运输武器弹药等。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亚历山大·巴尔托什认为，从这次的俄乌战争中，俄军的经验表明，俄罗斯武装力量急需要这些机器人，来补充自己在无人机领域和后勤领域的不足。而除了无人武器之外呢，根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16号报道，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俄罗斯将准备和其他国家合作生产单引擎苏75绝杀战机。报道称，目前俄罗斯正在与一些外国客户就绝杀项目的合作进行磋商，同时这种合作不仅仅是供应最终产品，也包括技术合作。他认为苏75战斗机的公开性能目前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外国竞争对手的水平，但是想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绝杀还有一段道路要走。其实对于这件事呢，大兵也是早有耳闻，毕竟早在今年的5月18号，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就曾经对俄总统普京表示，苏75绝杀战斗机的批量生产将于2027年开始。根据俄方宣传资料了解，苏75是俄罗斯的单发第5代战斗机，最初在2021年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和迪拜航展上就已经引起了关注。该机拥有和苏57同款的紫外探测系统，
同款的主弹舱和 IRST。这里也能看出呢，苏霍伊正积极可能地提升苏57和苏75两者除了机体框架外零件的通用性，从而使用现成的零部件以降低研发成本。同时，这个方案呢，还能让苏57的配套厂商获得更多的订单，进而降低苏57的配套成本。据了解，苏75的飞行速度达到了 1.8 马赫，区域作战半径超过了140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18到20吨，战斗载荷达到7400公斤，并且还配备了模块化武器舱，可以容纳俄罗斯全系列的空导弹、炸弹和火箭弹。其侧弹舱可以挂载一枚格斗弹，主弹舱的最大载弹量为5发。苏霍伊所属的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发布宣传视频称，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空战中，苏75独一无二的电子战系统可以让对手缴械。该机呢还结合了隐形与高声线特性，并且可以实现无人驾驶。显而易见，该机呢已经将美国的 F-35当成了主要竞争对手，而这次呢，俄罗斯还试图打算以价格来绝杀对手。据了解，苏75战机单台售价在25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之间，还不到美国 F-35战机的一半。讲真的，如果俄罗斯苏75真的能以这个价格售卖的话，无疑会成为国际军火市场上的一匹黑马。毕竟，就连韩国的金鹰教练机当初报价的时候都是2亿美元实价，单价也已经达到了2000万美元。而俄罗斯此前的50架米格29军售埃及也要报价20亿美元。由此可见，苏75 3000万美元起的价格是多么的有竞争力啊！当然，至于这个3000万美元的苏75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配置，大家可以自行猜测一下。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本周的军事新闻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